哎呦，Welcome to my channel, One Sport Show。在昨天晚上刚刚过去的掘金与雷霆的抢七大战当中呢，雷霆呢最终呢取得了胜利，淘汰了掘金，雷霆晋级到了西部的决赛。那么我想聊一聊关于这场比赛和这两个队吧。我觉得对于掘金为什么输呢？我觉得抛开他们的主力的受伤的原因，波特和戈登的受伤，掘金最大的问题还是说他们的替补实在是太过垃圾了。就这几个替补，他包括他虽然说在 G6表现好了，但是在 G7来讲的话，拿球他不能持球，拿球他就犯错，而且他没有进攻，根本投不进，上篮上不进，传球全是失误。那你一传球失误的话，一攻一防来回的话就是4分甚至5分的差距就瞬间拉开，所以你会看到，雷霆在第二节中段或者中后期直接就拉开差距10多分甚至20分。但是掘金呢还是很厉害，戈登呢虽然说受伤了，戈登依旧如定海神针一样，太牛逼太强了。如果没有戈登的话，掘金今年的这2轮系列赛、季后赛早就已经回家了。当然了，你像说波特的话呢，我觉得是可以继续留着的，因为波特的他是这边受伤，所以说他的大干拔、他的投篮、跳投会受很大的影响，非常的不稳。我们在前几个赛季已经见过了波特的跳投3分是有多么的厉害，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。很多人都说要交易波特，交易波特能换来谁呢？联盟当中有什么好的锋线吗？像能有波特这种准度的吗？对吧？我觉得很难了。你像类似的，你德罗赞那都那样了，对吧？那你锋线的话，你还没有波特高，还没有波特那种运动能力，就是那种身高啊，和那种德罗赞2米出头那种前锋比的话，我觉得波特还是很强。我觉得波特可以留。掘金当中的布劳恩呢，好球员。其实我在本赛季的中后段，我对布劳恩有一种眼色吧，就是觉得他很不好，因为他很容易乱打。但是呢，到了季后赛呢，这2轮系列赛来讲呢，他发挥的都非常好，他能防守，他能乱战砍分。我觉得他算是一个高大版的布鲁斯布朗，就是夺冠赛季的那个布鲁斯布朗，乱战高手。你不能指望他得分，不是你不能主要指望他得分，但是如果你在需要他下快攻啊，或者偶尔偷一个，他可以，对吧？但是主要靠他，我觉得不可能。还有的话就是威少，也就是 Russell Westbrook，我非常喜欢威少。你如果没有威少的话，掘金第1轮的话，打快船的话，有2场可能已经给了。但是威少呢，来到了这个抢七呢，或者很多时候他的定位就很尴尬，因为他没有投篮。那他就是这样会导致掘金的进攻发起上会有很难的一点，因为对面的话直接就可以放威少，然后去换，然后去用那个防守威少的球员去补其他球员。你威少你投进，你投进算你厉害，但是你威少能一直投进吗？显然是不能的。这个就很尴尬，你知道吧？就包括如果你打野球的话，你身边有一个就是你的对手有一个威少这种球员，投篮根本不准的球员，你会非常开心，你就不管他，你就防他突破，或者说他的其他那个队友，就要去投篮突破，你帮他协防一下就 OK 了，因为你不用担心他呀。他投进的话算投进，但是你要给他使这个空位，他能进2、3个，那就已经对于对面来说是一个很牛逼的事情了，但是大概率是不可能嘛，对吧？呃，你看我们相比较来说，你像掘金的替补，再加上威少，他们的进攻能力实在是太有限。威少也有时候上头，那几个年轻也有点上头，因为在 G6的时候他表现好，所以他希望 G7的时候也能延续这样手感，但是呢，全是失误，看得很难看。你如果一旦替补这种角色球员得分难的话，对于对面来说，雷霆防守的话会特别容易，这就导致穆雷还有约基奇他们得分会很难受，他就可以直接包夹你嘛。你看约基奇，卡鲁索给约基奇防的，我觉得防的挺好的，但是约基奇还是能得分，但是
对吧？人家雷霆就加你有一个切特、哈腾、卡鲁索，还有那几个小锋线一加，你约基奇就很难受。约基奇可以出球，但出球的话，角色球员他就是不进，他很没办法。这是掘金的问题，所以说我觉得掘金在季7，也就是在第2轮淘汰是挺好的，要不然有点太惨了。我是掘金的粉丝，我在园区那年，也就是穆雷和米切尔大战到抢7，就是那轮系列赛，哇，我真的当时我就觉得穆雷以后指定夺冠。后来穆雷受伤了，但是他穆雷受伤一回归，妥妥的前年就夺冠了，对吧？我跟我朋友也说，那约基奇决定了下限，穆雷决定这个球队的上限。好，好了，我们再说雷霆。我觉得雷霆的优势就是在于年轻，他不惧怕落后。你像季7的第1节的话呢，雷霆呢是有一些落后的，就是怎么投不进，3分怎么投就是没有，就是雷霆那个掘金就是2-3联防，你防的雷霆突破也很难受。但是呢，因为他们年轻啊，他们本身的话，他是西部第1的球队，他还是准，所以他们也相信自己能投进。你像等掘金内线都下去了，换来那几个小年轻替补，那掘金 Jalen Williams 无所畏惧啊，勇敢上篮呐，那分差瞬间就给拉回来了，然后到领先20分，所以这就是年轻的争冠球队所有的能量。他年轻，他不惧怕，他不会说像某一个人呐、他吧就唯唯诺诺，就关键时刻就给其他人传球，对吧？绝杀球给队友，我说的是谁？哎，还有呢，雷霆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球员，太恶心了，那就是卡鲁索，这个人太强了，这个人真的太强了。他是我目前来看的话，我觉得季后赛里面防守的人来说算是最强的人。当然你不能拿这种后卫和中锋比啊，他是说在这种后卫线上或甚至说锋线上，他是最好的防守者。就狗皮膏药一般，他会让人防死。你如果打过球和这种球员打的话，你就知道有多恶心了。因为你这种球员防守你的时候呢，你会非常的小心，就是你甚至不敢做多余的动作。你包括看季7也是，你在那个面对卡鲁索的时候，穆雷好多个球都传球失误了，就是很难受，因为他一压迫的话，你很容易慌乱，然后你可能你腿上使劲的话，导致你手部就是传球的时候，你不能出全力去传球，你包括接球的你的队友也是也会很慌乱，人家噔楞噔楞一上去，你嘎就失误，对吧？来来回回就2分。但是呢，我还是觉得开拓者会夺冠，我不觉得雷霆会夺冠。好了，综上所述呢，其实掘金本赛季呢，他还是很强的。掘金的问题呢，依旧是上个赛季的问题，就是他的替补实在是太烂了。你像首发的话呢，4个人呢还是非常的强。掘金不是穆雷决定掘金的上限，这是一个杀手角色。约基奇呢决定下限，戈登呢他是属于稳，他会保证球队处于一个强的地步。波特呢也是处于一个尖刀的角色，他的3分是非常吓人的，所以我非常期待他下赛季会好。那对于布劳恩呢，我觉得布劳恩已经取代了，已经比前2个赛季的波普会更强，因为像布劳恩这种防守和冲击篮筐的能力，是波普所没有的。你包括他的防守一样，对吧？所以今年又是一年无比想念 Jeff Green 和 Bruce Brown 的一年。我对掘金的未来呢非常的期待，我真的非常喜欢掘金。但是呢，下个赛季呢，真的一定要把这几个新秀交易走。你像有非常多的好球员，你比如说，你可以把布鲁斯布朗整回来嘛，对吧？杰夫格林好像也可以整回来。还有什么马文巴克利这个球员虽然说老是受伤，但是呢，他身材他高，他可以用啊。还有的话，掘金真的需要找一个持球手能有3分的。威少呢很强，但是到这种关键时刻的话，进攻就会非常的尴尬，非常的难受。好了，
今天的视频呢就到此为止，然后在下一个视频当中呢，我会告诉你为什么我觉得步行者会夺冠。See you, follow my channel.